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一滴泪砸穿内娱天花板，顶流用10年证明什么叫演员的自我修养。2025年5月14日，《藏海传》释出的10秒雪中哭戏花絮如核弹般引爆全网。画面中，肖战饰演的藏海跪坐积雪覆盖的竹林深处，未发一言却已颤抖的指尖。泛红的眼眶和喉结的滚动，将背负10年血海深仇的悲怆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场戏不仅让官媒盛赞10秒4种情绪，直击灵魂，更让观众惊呼：这一哭，内娱多少假敬业演员该慌了。10秒封神，教科书级表演背后的冰与火之歌。拍摄当日，横店气温骤降至零下15度。肖战身着单薄麻衣在雪地中跪了整整6小时。为呈现濒死感，他主动要求化妆师将嘴唇涂成青紫色，并在拍摄时长时间屏息制造窒息式颤抖。当镜头扫过他攥紧血块的双手时，指甲缝渗出的血迹在月光下触目惊心，这么真实的疼痛，后来被证实是入戏太深时无意识的自我伤害。这场戏的精华在于无台词的情绪递进，出狱灭门惨状时的震惊瞳孔骤缩，回忆起童年欢乐的恍惚睫毛微颤，对仇人滔天恨意的爆发青筋暴起，最后归于绝望的空洞眼神失焦。导演郑晓龙在监视器后当场泪崩，他把自己活生生撕碎了喂给角色。资深表演指导李默然指出，肖战将生理性颤抖、寒冷引发的肌肉反应反向呼吸法用窒息感表现极致悲痛，泪光定点控制让泪水在眼眶打转却不落下3种技巧融为一体，开创了体验派 2.0 表演模式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段即兴表演源自拍摄现场的突发大雪，原本设计的台词在风雪呼啸中失去意义。肖战突然示意关闭收音设备，仅用眼神完成了从隐忍到崩溃的3层情绪递进。这种对突发状况的精准把控，让业内人士惊呼：他不是在演戏，是在与角色共生。6年进击，从流量顶流到演技派的蜕变之路，肖战的演技进阶史堪称一部内娱流量转型的教科书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火时，他的哭戏虽动人，却略显程式化，为无限在乱葬岗的嘶吼，更多依赖外放式表演。到了2023年《王牌部队》，他已能精准驾驭笑中带泪、无声痛哭等7种哭戏模式，甚至让黑粉集体倒戈。而《藏海传》这场雪中戏，标志着他彻底突破了美强惨的偶像桎梏。为塑造藏海这个复杂角色，肖战提前半年进行眼神训练，通过观察动物、研究微表情，让惶恐、算计、悲悯等情绪精准传递。他减重15斤，瘦削的身形与苍白的脸色完美契合藏海隐忍10年的破碎感。拍摄前3个月，他左腿绑沙带练习瘸腿步态，走路时刻意保持重心偏移，连吃饭睡觉都维持角色状态。这种近乎自虐的投入，让制片人张本感叹：藏海的眼泪不是煽情工具，而是人性挣扎的镜像。行业地震，这场哭戏撕开了内娱的遮羞布。雪中哭戏的爆发，意外掀起对关系户演员的群嘲。网友翻出董子健在《蛮好的人生》中的尬哭片段，念到副台词时笑容满面，被批演技如儿戏；范丞丞在《小巷人家》中面对关晓彤爆发戏却呆若木鸡，遭讽碍式表演。反观肖战，从梦中的那片海中冒烟遮脸，以肢体传递隐痛，到《藏海传》无台词封神哭戏，用实力证明流量与演技并非对立。这场戏更暴露了内娱的速成乱象，抠图、替身、滴眼药水已成常态，而真正的演员却在用血肉之躯为角色复魂。正如人民日报所言，
肖战用一滴泪完成了从流量明星到实力演员的蜕变。这种笨功夫恰恰揭露了行业对表演本质的背离。当某些演员还在比拼30秒落泪的技巧时，肖战已用真实的生理反应，如拍摄时哭到未反流，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演员的信念感。文化共振，破碎感美学背后的集体情绪密码。这段哭戏之所以引发全民共情，在于它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情感痛点。漫天风雪中，沧海孤独的身影，恰似每个在生活重压下挣扎的普通人。他的颤抖是职场内卷的缩影，他的隐忍是中年危机的写照，他的爆发是对命运不公的怒吼。网友深海鱼在微博写道：“看到他哭的瞬间，我想起了自己被裁员那天，躲在地铁站角落无声流泪的样子。这种破碎感美学，通过电影及镜头语言被无限放大。导演用长镜头捕捉雪花落在肖战睫毛上的瞬间，特写泪珠划过冻红脸颊的轨迹，将个人悲情升华为对生命尊严的礼赞。美术团队耗资千万打造的雪景场景，不仅是视觉奇观，更暗喻角色内心的冰封与觉醒。正如台青影评人所言，沧海的泪水与飘雪交融，象征着在时代洪流中坚守人性微光的勇气。这场哭戏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娱乐圈范畴，抖音相关二创视频播放量突破18亿。B 站破碎感混剪图榜3天，甚至连美妆博主都推出肖战同款哭花妆教程。《沧海传》在 Disney+ 上线后，海外观众热议其东方美学的暴力美学表达。IMDB 评论区点赞数破万，台媒称该剧为反去中国化的文化输出典范，国台办更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及。商业价值层面，肖战凭借此剧进一步巩固了顶流地位。荣耀官宣其为全球手机代言人，合作首周销售额破10亿。Gucci 宣布与其续约，将他的肖像用于米兰时装周主视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获得了主流影视圈的认可，《沧海传》入选2025年优质陆剧。郑晓龙导演公开表示，肖战是可以从流量明星到演技派的典范。肖战在雪中落下的这滴泪，早已超越表演范畴。他是对快餐式娱乐圈的一记重锤，是对匠人精神的重新定义，更是对每个在困境中挣扎者的温柔慰藉。正如《沧海传》总编剧所言，沧海的复仇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过程。当流量明星还在为数据焦虑时，肖战用10年时间证明，真正的演员永远在角色的深海里潜泳。这场雪中哭戏，不过是他职业生涯长河中的一朵浪花，但足以让整个内娱听见冰层下那奔涌的不可阻挡的生命力。